这是一个正在变成现实的预言，人类世界或将彻底重构。做出这个预言的人叫克劳斯·施瓦布，他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施瓦布与法国经济学家蒂埃里·马勒雷经过全面调研分析后认为，世界将在疫情后被重构。他们所说的重构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呢？对普通人又有何影响？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基于这一预言，施瓦布与蒂埃里·马勒雷二人联合出版了《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一书，详细阐述了他们的理论。这本书中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社会不平等加剧、数字化转型、全民追踪、地缘风险、碳减排、大政府回归等多个方面。对于这一论调，最初并没有多少人相信，只有经济学内的人士对其感兴趣。但在后口罩时代真正到来后，人们赫然发现，施瓦布与马勒雷在书中的预言竟然真的得到应验。那么世界被重构的证据包括哪些呢？首先是关于贫富差距加剧、分配不均的问题。很多人都感觉到，在口罩之后，人们的生活都更加艰难。最明显的就是消费降级，年轻人也开始注重实惠，而且找工作更加困难。不少企业都在裁员，但这只是一方面。大重构一书中说的是，后口罩时代，越是富有的人越富有，越是贫穷的人越贫穷。根据国际贫困救援组织的数据，世界最富有的10个人在2年口罩时期财富翻了1倍，而世界赤贫人口却增加到1.6亿人。所谓危机中有机遇，很多人被突如其来的变化击垮，但有的人却找到了新的商机。此消彼长之下，自然穷人更穷，富人更富。而这种分配不均带来的影响会带来许多连锁反应，其中最直观的影响就是治安和稳定。就比如在口罩时期，美国的黑命贵游行以及各种零元购。大重构一书中强调，当资本壁垒形成，阶级沟壑越拉越大，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就成了一句彻底的空话。这个感觉很像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穷人饿死街头，商人倾倒牛奶。当秩序失衡，重构的不光是人们的选择了，而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而这里所说的重构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努力能够达到的效果。大重构指出，此时世人所需要的就是大政府回归。2024欧洲经济学家施瓦布预言，后口罩时代的动荡即将降临，世界将迎巨变，大政府将成众望所归。施瓦布所说的大政府是什么？简单来说，一种官方可以为你提供各种服务，但前提是让你交出部分权利；一种官方是放给你自由做主的权利，但能提供的服务就比较有限了。在社会学中，前者叫大政府，后者叫小政府。在口罩之前，很多西方国家都是后者。美国一直宣扬自己是小政府，是世界最自由的国家，但实际上，美国对经济的干预是非常频繁的，而且是全方位的，且针对全世界的，因为他们在20世纪就经历过一次秩序失衡。了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上世纪的美国在大萧条之前是自由放任式发展。在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之前，美国民众靠着钱生钱，玩转资本，热衷于贷款超前消费，过得绚丽多彩。这一时期象征着美元总量的罗马数字在自由的市场中也越变越大，但其中有多少水分，不久后美国人就得到了答案。时任美国总统的胡佛甚至极其乐观地表示，贫民窟将从美国消失。然而就在一夜之间，美国繁荣的泡沫经济破碎，股市崩盘，美国梦从云端跌落，摔得稀碎。这场大萧条持续了10年之久，影响到了全球，甚至成了2战的导火索。贫民窟不但没从美国消失，反而升了级。不少从前体面的金融家、商人在城市街道上用木板、旧铁皮、牛皮纸搭建了一个又一个胡佛小屋，用以栖身。据统计，这一时期有近400万美国中学生辍学，失业人口达到了830万，因为饥荒和营养不良而死的人，保守估计也有700万之多。美国历史书《光荣与梦想》中如此描述那一时期的美国人：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这种无序的状况，直到1933年，美国史上最受欢迎的总统罗斯福当选，才有了好转。罗斯福采用了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管控，对物价、工人的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同时，联邦政府将单纯的救济金转换为对公共事业的拨款，也就是启动了很多类似于校舍、桥梁、下水道建设的公共项目，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让人们有了获得报酬的来源。一来，联邦政府投出去的钱不是填无底洞，而是有确实的回馈；二来，人们有了正经事做，自然愿意守规矩过日子，社会治安能回归稳定。而罗斯福新政所采取的这个凯恩斯主义，就是大重构一书中所说
说的大政府的源头。一般来说，底层百姓也更喜欢这一种模式，毕竟有政府托底，自己不用担心会冻死饿死。但对于精英阶层来说，小政府模式或许更受欢迎，毕竟他们拥有大量财富，能享受更多特权。大重构的作者施瓦布与蒂埃里马勒雷认为，历史的教训已经表明，越是动荡和危机，越会强化国家力量，因为这也是民众的呼声，因为这样有利于积极面对未知的挑战。这种挑战包括战争、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等，这些威胁人类生存的大问题。显然，这些挑战需要人类协力面对，并不是哪一个个人能够解决的。在2020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还是英国王子的查尔斯3世就认为，由于气候变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人类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人类需要重构一个全新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来应对这一严峻挑战。除了上层建筑的重构，在大重构的预言中，后口罩时代被重构的还有人们的生活，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预言。欧洲2个经济学家同时预言，后口罩时代人们的生活将被重构。丹麦政治家则直接表示，2030年我们将一无所有，但快乐无比。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口罩之前，我们的数字化进程全球领先，手机支付、电商交易，这些我们早就习以为常了。不过，千万不要以为世界是同频的，很多国家的信息化程度仍然相当低。他们出门会带钱包，用信用卡刷卡付款，采购需要跑很多实体店。然而，一场口罩让全世界都加快了数字化的进程。由于人们活动范围受到限制，无法去咖啡馆、餐厅、电影院甚至超市，只能通过网络来解决需求。于是，网购、办公、娱乐、教育甚至医疗都被迫搬到网上，实现电子化。而一旦习惯了这种便捷的生活方式，不会因为不戴口罩而结束的。除此之外，口罩的爆发还引发了一个新事件，那就是数字追踪。相信很多朋友还没有忘记，在口罩时期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健康码，就是数字追踪的一个经典案例。每一部手机都是一个终端，它可以精准追踪到病毒的传播范围、传播路线和各种精确信息。对于这一行为，以往西方国家都会以侵犯隐私对其严厉批判，但在口罩期间，西方很多公民都赞成在特定范围内对他们的手机进行追踪定位。对于这一技术，施瓦布和马勒雷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一些国家通过这一技术有效控制了口罩传播，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另外，后口罩时代大重构中还认为，这场全球口罩危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知道人类并非无所不能。当全球气候危机爆发、生态系统崩溃或者其他天灾人祸之时，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都将遭到难以预测的危机。所以他们认为，人类应该吸取口罩时代的教训，重构一个完善而美好的世界。对于这个新世界，丹麦政治家艾达奥肯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欢迎来到2030年，我一无所有，没有隐私，但生活从未如此美好》。其中描述了一个全面数字化、科技化的世界，这里的所有东西都是免费使用，人们工作不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享受生活。大部分劳动由 AR 机器人代替，而人们空出来的时间则是用来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美好时光。在这样的世界里，再也没有特权，没有不公，没有歧视，虽然大家都一无所有，却能无比快乐。您期待这样的世界吗？欢迎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